2026年3月，一个名叫 Yoon Amtik 的韩国年轻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帖子，迅速引爆全网。他贴出自己的账户截图，2025年初3000万韩元本金入市，靠融资加杠杆最高做到2亿韩元，但到2026年2月，账户余额仅剩不到200万韩元，亏损比例超过90%。配文只有一句话：3000万变成200万，我用了正好1年。帖子的评论区里没有嘲笑，全是共鸣。有人写：兄弟，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有人说：我把结婚的钱输掉了一半，未婚妻还不知道。还有人把2025年到2026年的韩国股市称为史上最大的散户绞肉机。这不是孤立，这是一场全民级别的财富蒸发。而到了2026年7月，这场蒸发的账单变得更加触目惊心。故事要从2020年说起。新冠疫情爆发，韩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大幅降息，基准利率一度降至0.5%的历史最低位，钱存在银行几乎没有收益。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2020年3月的1400点一路涨到2021年6月的3300点以上，涨幅超过130%。韩国股市成了全球疫情期间表现最强劲的市场之一。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散户入市潮开始了。韩国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1年，韩国个人投资者新开股票账户超过1000万个。韩国总人口约5100万，去掉老人和孩子，几乎每3个成年人就有1个在那2年开了股票账户。到2026年上半年，韩国活跃股票账户数已突破1550万个，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更疯狂的战场在海外，韩国散户对本国市场已经不满足，他们开始集体涌向美股。韩国证券总管院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11日，韩国个人投资者持有的美股总市值超过1280亿美元，约合185万亿韩元，较2025年底增长超过15%。特斯拉依然是韩国散户最爱的股票，持有量一度占特斯拉总股本的1%以上。韩国散户因此被华尔街起了个外号：特斯拉的第10大股东。杠杆是这轮浪潮里最危险的主旋律。韩国金融监督院2026年7月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个人投资者的融资融券余额在2026年2季度末攀升至28.2万亿韩元，创下2025年以来的新高。也就是说，在2026年2季度的韩国股市里，散户不仅在买，还在借钱买。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利息极高的信用贷款，年化利率普遍超过10%。借钱炒股，借的还是高利贷。这些散户的典型画像是什么？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2026年7月发布的年终调查显示，活跃散户中20至39岁的年轻人占比高达66%，较2025年底的62%继续上升。其中超过33%的投资者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他们不是无知无畏的赌徒，他们是被高房价困住，被就业市场挤压，看不到传统上升通道的一代人。调查问他们为什么炒股，排名第一的回答依然是靠工资永远买不起房，这是唯一的翻身机会。唯一的翻身机会，这句话是所有悲剧的注脚。那么问题来了，当韩国散户们抱着翻身的梦想冲进股市时，谁在卖？韩国交易所2026年7月11日公布的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构投资者在韩国主板市场净卖出超过22万亿韩元，外国投资者净卖出近12万亿韩元，而个人投资者在主板净买入约35万亿韩元。这组数据比2025年全年更加极端，半年时间，散户接盘的规模就超过了去年全年。这不是投资，这是财富的接力棒。机构和外资在高位卖，散户在接盘。更精准的数据来自韩国创业板科斯达克。在这个以散户为主的市场上，2026年4月到6月，当科斯达克指数出现一波短暂反弹时，前10大股东的减持套现金额超过10.5万亿韩元，创下季度历史新高，而个人投资者的买入量同期也创下历史新高。两条曲线恰好相反的走势图，在韩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库里是一幅触目惊心的画像。左边的线往上冲是减持套现，右边的线往上冲是借钱接盘。散户的账户变化速度远比指数来得剧烈。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院2026年7月12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
截至2026年6月底，2025年入市的散户投资者中，超过86%的人处于亏损状态，人均亏损金额为7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5万元。其中，投资本金在1000万韩元以下的小额投资者亏损比例高达91%，人均亏损金额是其本金的58%。硬币的另一面是，资产在5亿韩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投资者亏损比例不到28%，人均亏损金额占本金的比例仅为10%。而机构和外资在2026年上半年整体维持正收益。从阶层维度切开，数据更加赤裸。20至30岁的年轻散户亏损比例高达89%，人均亏损达到其月均收入的3.8倍。30至40岁组别的亏损比例也超过83%。损失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些收入最低、资产最少、最希望通过股市翻身的年轻人。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场子里赌，但出老千的人手里有牌、有筹码、有提前离场的特权，那剩下的人手里捏着的只有账单。韩国散户的疯狂从来不是单纯的贪婪，它是被3个社会引擎共同驱动的。第一个引擎叫全租房陷阱。全租房是韩国特有的租房制度，租客一次性向房东支付房屋总价的50%至80%作为押金，租约期间无需缴纳月租。听起来很美好，不用每月交房租。但问题在于，一个普通公寓的全租押金通常在3亿到5亿韩元之间，折合人民币140万到240万。对于一对年轻夫妻来说，这笔钱从哪里来？在过去很多年间，答案只有一个：贷款。韩国央行2026年7月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季度末，全租贷款余额已超过162万亿韩元，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无数年轻人身上背着上亿韩元的债务，只为了有一个住的地方。那还房贷的压力又如何呢？2026年6月，首尔平均房价正式突破每平7200万韩元，一套84平方米的普通公寓总价超过16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70万元。韩国国土交通部2026年7月10日最新报告显示，首尔房价收入比已攀升至22.8倍，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需要不吃不喝超过22年才能在首尔买一套房，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房价高不可攀，靠工资永远买不起房，这是韩国年轻人脑子里被刻进骨头里的认知。于是，股市成了唯一的出口。第二个引擎叫就业内卷。韩国统计厅2026年7月10日发布的最新就业动向数据显示，2026年6月，15至29岁的青年失业率为11.9%，虽较2025年底的12.3%略有回落，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如果算上那些打零工、做短期合同、已经放弃找正式工作的人，实际青年失业率超过24%。每4个韩国年轻人里就有1个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三星、SK、现代、LG 4大集团的年录用总人数加起来不到3万人，而韩国的大学毕业生每年超过35万，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10的年轻人能进入大企业，享受体面的薪资和完整的福利，剩下9%的人在小企业拿着勉强糊口的工资。韩国雇佣劳动部2026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工资仅为大企业的55.8%。较2025年的57%继续下滑，差距进一步扩大。大企业进不去，小企业没前途，那靠什么翻身？除了股票，我想不出第二条路了。这是韩国在线投资论坛蚂蚁社区上，截至2026年7月13日依然被反复顶上首页的一条帖子。第三个引擎叫阶层坠落恐惧。韩国统计厅2026年7月公布的最新社会调查显示，20至39岁年轻人中，超过81%认为自己不可能达到父母的生活水平，较2025年的78%继续恶化，较2026年6月的80%又上升了1个百分点。这是韩国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下一代人集体认为自己不如上一代的情况，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月攀升。这个数字的背后是韩国中产阶层的持续萎缩。韩国开发研究院2026年7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2000年韩国中间收入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8%，到2025年已降至54%。
超过14%的人从中产滑落到了低收入，而最大的滑落群体正是20到40岁的年轻人。既然靠工作无法维持阶层，那就靠投资；既然房子买不起，那就赌一把股市。这种投资焦虑在韩国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因克尔。因为 investing 的音译，克尔意为上瘾，炒股成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学概念。但盛宴总有散场的时候。2026年2月，韩国科斯达克指数跌破580点，较2023年高点腰斩。韩国金融监督院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个人投资者在股市中的净卖出金额超过15万亿韩元。这不是止盈，是割肉离场。与散户清仓同步发生的是，2026年1月到6月，外国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净买入超过18万亿韩元，恰好和散户的方向相反。散户在地板价割肉，外资在低位抄底，这一买一卖之间，又是一次财富的大规模转移。大股东的减持还没有停，即便在2026年的低位震荡中，依旧有大量大股东在减持套现。韩国财阀网2026年7月12日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韩国前30大财阀家族成员通过减持股票、分红等方式套现超过12.5万亿韩元，较2025年同期的9万亿韩元增长超过38%。韩媒算过一笔账，2026年上半年财阀套现的资金足够覆盖260万散户的人均亏损。而在这场大撤退里，受伤最深的人正在从互联网上消失。蚂蚁社区是韩国最大的散户在线论坛，高峰时月活跃用户超过300万。2026年7月13日，蚂蚁社区的活跃用户数降至约125万，较2025年底的150万继续萎缩，较高峰期腰斩过半。热帖从今天买了什么赚了多少变成了亏了87%该怎么办？每天都有帖子问要不要割肉，下面最常见的回复是我也想知道。论坛签名党流行的句子从10倍收益变成了还我本金。不过，就在小散户含泪离场的时候，韩国的高净值人群并没有离场。韩国金融投资协会2026年7月12日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资产在5亿韩元以上的高净值个人投资者的交易量环比上升了20%。他们不是不炒股了，他们只是在等散户割完肉之后再进场扫货。散户在地板上卖的筹码又被机构和富人捡走了。这不过是同一个食物链的又一次轮回。可能有人想问，既然每次结果都类似，为什么韩国散户还是会前赴后继冲进去？为什么亏了80%还不止损？韩国高丽大学行为金融实验室2026年7月最新发布的一项追踪研究，给出了韩国散户群体的3层心理画像。第一层叫代理人创伤，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上一代人，把必须拥有资产的焦虑传递给了下一代。韩国家庭的资产配置里，房地产长期占比超过75%。当房价高到下一代无法入场时，股市就成为唯一的替代品。不是他们想炒股，是他们被挤出了其他所有资产赛道。第二层叫急速反馈成瘾。韩国拥有全球最快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股票交易 APP 的流畅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T+0回转交易、24小时美股交易、加密货币无缝切换，韩国散户可以在1天内完成3-4个不同市场的来回操作。高丽大学2026年7月的追踪研究发现，韩国散户的平均持仓时间仅8.5天，较2026年6月的9天进一步缩短。每一次快速交易都释放多巴胺，盈利时想再赚更多，亏损时想立刻翻本。这不是投资，这是游戏厅里拍按钮。第三层叫社交证明闭环。蚂蚁社区、KKOTalk 股票群、油管股票频道，韩国散户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封闭的圈层里。当所有人的手机都在推送同一只股票的分析文章，当群里人人都在说自己加仓了，质疑的声音就会自动消失。群体迷思一旦形成，止损就变成了叛变。研究人员追踪了60个活跃的 KKOTalk 股票群，发现只要群主还在喊单，成员亏损达到58%，仍然选择继续跟单。不是不会止损，是没有人想当第一个逃跑的人。在这场全民被套的悲剧中，有一个群体不仅毫发无伤，反而赚得盆满钵满。2026年7月，福布斯杂志发布最新韩国富豪榜，前50名富豪的总资产比2025年增长了24%。
其中排名第一的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的个人财富超过210亿美元，连续第2年创下历史新高。韩国企业分析研究所 CEO Score 2026年7月1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韩国前50大财阀家族的财富总额增长了超过85万亿韩元，较7月初统计的80万亿进一步上调。而另一边，韩国金融监督院统计，2020年上半年散户累计亏损超过18.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80亿元。加上2025年全年的28万亿韩元，自2025年初以来的18个月里，韩国散户累计亏损已超过46.5万亿韩元。两相对照，这不只是数字的巧合。韩国经济学家金京洛在2026年7月13日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在社交媒体上被反复引用的话：韩国资本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精密设计的财富转移机器，它把普通人兜里的零钱和贷款精确地转移到财阀家族的账户上。这套机器的动力就是普通人对翻身的渴望。而2026年7月的最新数据证明，这台机器的运转效率比去年更高，比上个季度更高，而且没有减速的迹象。让我们再回到那个叫 Young Optic 的年轻人。2026年7月，他发了最后一条帖子，在便利店打工7个月了，存了600万韩元，不会再碰股票了。各位，真的别碰了。这条帖子下面超过4000条评论，被顶到最高的一条写道：你不是输给了市场，你是输给了一个你根本不可能赢的游戏。全民炒股之后，往往是全民被套。这句话不是诅咒，而是被韩国市场反复验证的规律。每一次散户大规模入场的狂欢，最终的结局都是财富从多数人流向少数人。唯一变化的是每次换一个不同的理由让人冲进去。上一次是特斯拉永远涨，这一次是政策牛来了，下一次也许会是别的什么。韩国用6年时间数轮熔断，近47万亿韩元的散户亏损，讲完了一个完整的散户叙事，始于一次翻身的渴望，终于一次惨烈的财富转移。而在这一轮又一轮的循环里，唯一不变的真相是，在每一次泡沫破裂的时候，手里拿着账单的永远是最后冲进去的那群人，而那群人往往正是从一开始就输不起的人。截至2026年7月11日，韩国科斯达克指数报608.47点，KOSPI 报2685.31点，蚂蚁社区的日活跃用户数还在下降，而江南区的豪宅价格还在涨，新的散户还在开户，旧的故事还在重演。这一次，当音乐停下的时候，希望手里拿着账单的人不是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被套的朋友。咱们下期再见。